好，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哦。刚刚在法庭上面呢，借由辩护人的交互询问呢，凸显了出来朱雅虎当初在9月28号羁押庭认罪的时候所出现没有呈现在笔录上面的事实，因为在27号深夜的时候，检察官在问朱雅虎说：“这210万是不是沈庆金的行贿？”朱雅虎一直否认，说没有。在经过10几次的否认，在笔录上面却没有清楚的呈现。而到最后羁押庭的时候，朱雅虎才说，因为检察官所讲的话引起了他的共鸣，所以他决定要承担，要认罪。但是检察官在27号深夜的时候，到底跟朱雅虎讲了什么话，引起他的共鸣，在当初检察官侦讯的笔录上，却没有完整的记载。我们本来很期待啊，今天可以借由光碟的勘验，来看到当初检察官到底是怎么不正讯问的，也可以还原为什么在朱雅虎这么臆测性的证词，甚至明确的证称，柯文哲根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最后竟然会认罪。很可惜，今天在法庭上并没有办法直接勘验光碟。我们期待接下来在审判程序当中的时候，在公开的法庭公开勘验这个光碟，公开勘验在侦讯的期间当中，检察官到底是怎么样透过不正的询问，而让朱雅虎认罪。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整个侦讯期间当中，不仅仅是不正的讯问，甚至是检察官的违法滥权，绝对都要摊在阳光下，接受社会公众大家共同的监督。我相信今天在公开的法庭上面，听到朱雅虎回答的每一个人，大家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沉痛。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办案，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一方面让朱雅虎认罪，一方面让朱雅虎去咬检察官真正想要对付的对象的话，那这样的司法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关注这个案子的经过。我们相信，把所有的一切摊在阳光下面，让社会大众检视，就可以清楚的凸显出来，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当赖清德政府的鹰犬，当赖清德政府的打手，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可怕？西卡来。刚刚庭上有一个非常爆炸性的一个攻防，就是检察官竟然2度阻止要勘验光碟。重点是辩护人的律师今天拿出了去年9月28号朱雅虎从本来不认罪，突然认罪的笔录的译文，他要求要刊录这个光碟。这个律师说，这个提出的译文里面呈现了检察官问朱雅虎说：“沈庆金这210万是不是这个行贿的意图？”朱雅虎连续讲了10几次，都说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当一个人讲了10几次没有，突然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竟然认罪了。检察官问：中间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？朱雅虎说，在笔录上面说，他是听到检察官在讨论
说只要参与这所有的案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有罪。那朱雅虎说：“我是负责盖章的，所以我认罪。”这过程会不会太奇怪了？十几次全部都说没有行贿的这个意图，到后来突然说我自己认罪了，而且今天律师清楚的拿出来是笔录的译文，他要求当场要勘验这个光碟，结果竟然我们的检察官，你若行得正，坐得正，你还是当场要勘验这个光碟啊！检察官2度阻止这个光碟的这个勘验，后来庭上决定，等过段时间他勘验完之后，再决定下一次应该怎么样的一个讯问。好，这是里面有一个非常，我觉得检察官非常离谱的一个状况。为什么你要去阻挡一个可以呈现真相？如果真的你是不是不正的这个讯问，你当场让大家看见这个光碟啊，清清楚楚呈现出来。当天晚上为什么朱雅虎从十几次的没有行贿，到后来变成是行贿罪呢？这什么做贼心虚吗？今天的律师都直接问了，这是不是里面有不正的讯问？有没有威胁？那不是一个正好给检察官一个还你清白的一个机会吗？为什么你2度还阻挡，要当场看见这个光碟呢？所以阳光会射进这个整个法庭的，我们就等着这个光碟勘验完之后，整个详细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子，有没有不正的讯问，有没有威胁？为什么朱雅虎有这样一个大的转弯？另外，今天这个开庭非常重要，礼拜五的庭，朱雅虎第一次接受辩护人的这个律师的这个诘问。他清清楚楚的印证了柯文哲跟沈清京之前的这个开会，朱雅虎一次都不在，他全部都是用猜测的。210万的事情，他说沈清京事前没有交代他，事后也没有跟他讲过，也是他猜的。照刑事诉讼法的160条，证人如果用猜测的，就不能作为证词哦。不能作为证词哦。那刚刚这个讲这个光点没有勘验，有没有不正新闻？这就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了。到了今天早上有很大的一个突破，透过辩护人律师在问的时候，柯文哲跟应小薇之间到底有没有开过会，讨论过金华城，或者打过电话讨论过金华城？这在笔录里面，朱雅虎都说有了。可是经过今天的诘问之后，朱雅虎都说那都是我猜的。所以从上个礼拜五。沈庆京跟柯文哲的这个会没有谈到金华城的事情，到今天应小薇跟柯文哲碰面里面，朱雅虎也承认都是他猜的。所以从早上的这个突破到下午这个突破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从北检的起诉书那么样的一个苍白无力，连什么某实地都写出来了，到了准备庭的时候，发现有非常多关键性的笔录被盖牌了，包括都发局的科长讲了。说整个审查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合法的，被盖牌了。里面还提到可能有威胁不正新闻的问题，柯文哲都认为说他被胁迫了。你是不是诱导性的？沈庆京也是这样讲。到了这2次的证人这个询问，真相越来越清楚。然后这个月都有每个礼拜有2次的这个开庭，接下来还有其他证人会诘问。我们相信真相会越来越清楚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法庭这个直播。只要接下来的这证人把真相讲出来，也经过这个法庭这个直播，让大家知道这个真相，我相信我们司法公开透明的时候，很多的以前被盖牌的资料会整个呈现出来，不会永远石沉大海的，也会还给我们柯文哲这个清白，也会让我们的司法回到公开跟公正的。我们共同来努力，谢谢。